看着你阳台角落那盆琴叶榕或是龟背玉，呵呵，你应该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它们明明长得很茂盛，叶子也绿油油的，可是怎么看都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仔细一瞧，整棵植物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过去了一样，拼命的往窗户外面探头探脑，主干都已经歪得不像话了。如果你不拿根棍子在后面撑着，它可能早就连盆带土摔在地板上了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植物长得太快，或者是觉得自己施肥施得太好，甚至还有人自我安慰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凌乱美。但我要很直接的告诉你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美，这是因为你太懒了。你把花买回家往那一摆，浇水施肥倒是挺勤快，但你从来没有动过那个花盆的位置。你让它一年365天都保持同一个姿势对着太阳，它不歪才怪。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原理说起，植物为什么要往一边倒？这在植物学上有一个很专业的机制，就是植物体内的生长素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怕光的工人，这些生长素主要负责指挥植物的细胞生长，让植物长高长大。但是这些工人有一个怪癖，他们特别讨厌阳光，只要阳光从哪边照过来，他们就立马往背光的那一面跑。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，当阳光长期只从一个方向，比如你家的南向窗户或者东向阳台照进来的时候，植物茎干里面背对着阳光那一面的生长素浓度就会变得特别高，那一面的细胞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分裂伸长，而面对阳光那一面的细胞，因为生长素跑光了，生长速度就相对变得很慢，一边长得快，一边长得慢，结果就是长得快的那一边会把植物的主干推向长得慢的那一边，也就是推向光源的方向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植物总是像个向日葵一样，死命的往窗户外面凑。这在自然界中其实是一种求生本能，因为在野外，植物周围可能有大树遮挡，它必须拼命寻找光源才能进行光合作用活下去。但是在我们家里，这种本能就变成了破坏株型的元凶，因为家里的光源通常是固定的，尤其是室内养殖，光线几乎都是单向的侧光，不像在大自然里，太阳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植物一整天接受的是全方位的日照。如果你只是把花盆往窗台上一放，然后几个月甚至半年都不去动它，那么这盆植物为了生存，就会倾尽全力去迎合那个唯一的光源。时间一长，不管是多贵的植物，哪怕是你花了几千块买回来的极品造型树，也会变成一个只在大街上才会看到的歪脖子树。而且这种歪一旦定型了，后期想要矫正回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甚至可能需要动刀修剪，或者通过残酷的捆绑整形才能恢复。这时候有人可能要说了，既然植物喜欢光，那我让它对着光长不就好了吗？反正背面我也看不见。各位，这就是最典型的掩耳盗铃。植物的叶片是为了接收光线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的，如果所有的叶片都挤向一边，那么背光的那一面因为长期照不到太阳，叶片就会变薄、变黄，甚至脱落，最后变成光秃秃的一根杆子。而向光的那一面，叶片又因为互相遮挡，争抢阳光，导致排列非常杂乱，通风也会变差。这就给红蜘蛛、介壳虫这些害虫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。很多时候你发现植物生病了，往往就是从那个又不通风又照不到光的背面开始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植物的根系生长也是跟着地上部分走的。如果地上部分严重偏向一边，地下的根系受力也会发生变化，长此以往，根系的抓地力会变得不均匀，整盆花的重心就会彻底偏移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花友家里的琴叶榕或者是天堂鸟，长着长着就突然有一天连人带盆翻倒在地，把地板砸个坑不说，花盆碎了，土撒一地，那场面真的是惨不忍睹。其实这都是因为你长期没有转盆，导致植物重心失衡的恶果。那么所谓的每周转盆180度，到底是个什么操作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字面意思，你每个周末，比如选在周六早上浇水的时候，顺手把花盆转个身，让原本背对着窗户的那一面转过来正对着窗户，让原本享受了一周阳光的那一面转过去背对着窗户去休息一下。为什么要强调是180度，而不是90度或者是随意转一点呢？这里面是有讲究的，如果你每次只转一点点，
植物的生长素调节反应可能还没来得及跟上，你就又转走了，或者是你转得不够彻底，植物还是觉得光源在侧面，它纠正姿态的力度就不够大。而180度的大掉头是给植物一个最明确的信号，告诉它光源的方向彻底变了。这时候，原本堆积在背光面的生长素就会被迫重新分配，跑到新的背光面去。原本生长缓慢的那一侧细胞开始加速分裂，原本生长过快的那一侧开始减速，这样一快一慢的交替，就能让植物的主干慢慢的直立起来，或者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直立状态。再比如说，很多人爱养的发财树，这东西本来就容易徒长，如果光照再不均匀，它那个枝条就会长得像疯了一样的乱窜，叶柄拉得特别长，叶片稀稀拉拉的，一点都不聚财，看起来反而像是散财的样子。通过每周转盆，可以让发财树的每一个枝条都长得很紧凑，叶片层层叠叠，看起来郁郁葱葱，那才叫真正的招财进宝。当然，说到这里，肯定会有朋友觉得每周转一次是不是太麻烦了？我有几十盆花，光是转盆我就得转半天，而且有些花盆特别重，像那些大瓷盆重的幸福树搬都搬不动，怎么转？这里我得给大家分享一点实际操作的经验。对于那些特别重的大型落地植物，你在上盆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带轮子的托盘，把花盆放在上面，想怎么转就怎么转，单手就能操作，完全不费力。如果你用的是普通托盘，那就在托盘底下垫一块厚一点的毛毡垫，或者是专门的家具移动垫，这样你在地板上推着转动就会顺滑很多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转盆的时间点，为什么建议是每周，而不是每天或者每个月？如果每天转，虽然理论上光照最均匀，但实际上操作成本太高，很难坚持。而且植物的向光性反应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才能显现出来的，今天的生长素分布改变，可能要过2-3天才能在细胞生长上体现出来。每天转，植物可能刚准备调整方向，嘿嘿，光源又变了，它也会很晕，效率不高。如果是1个月转一次呢，那个时候植物可能已经歪得很明显了，茎干已经木质化定型了，这时候你再转过来，它想要纠正回来的难度就大了很多，甚至会出现一种情况，就是旧的弯曲还没直过来，新的弯曲又开始了，结果植物长成了弯曲的形状。虽然也挺有艺术感的，但那不是我们要的端庄大气的株形。所以1周这个频率是经过无数资深花友验证过的，既符合植物的生长节奏，又符合我们人类的生活节奏。特别是对于那些生长速度极快的草本花卉，比如长寿花、天竺葵或者是矮牵牛，这些植物在生长旺季，哪怕是3-4天不动，你都能肉眼可见的发现花头全部朝向了太阳。对于这类植物，如果你追求完美的株形，甚至可以把频率提高到3-4天转一次。尤其是在它们打花苞的时候，如果不转盆，花苞就会全部挤在向阳的一面开放，背面一朵花都没有，到时候你拍照都只能拍一面。这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群体，就是多肉植物。多肉植物对光照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是景天科的那些连座状的品种，比如吉娃娃、观音莲之类的，只要光照稍微偏一点，它的那个连座中心就会歪，一旦歪了，整个神韵就没了。而且多肉植物一旦徒长或者长歪，基本上是不可逆的，你只能砍头重来。所以养多肉的朋友，转盆更是必修课，甚至要养成每次去看多肉，只要发现哪棵有点苗头不对，就顺手转一下的习惯。对于这类开花植物有一个铁律，那就是在它们长叶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每周转盆，让株形圆润，但是一旦你发现枝头冒出了米粒大小的花苞，就要立刻停止转盆，并且最好在花盆上做一个标记，记下它朝向太阳的位置，就算是为了浇水或者擦叶子，不得不移动它。在操作完之后，也必须严格按照原来的标记，把它复原到一模一样的角度，直到它的花朵完全打开。那时候它的花梗已经木质化定型了，你再把它转过来欣赏那个最美的开花面，就安全多了。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拎出来说的，就是蝴蝶兰。蝴蝶兰的花剑是从叶里抽出来的，这根花剑的向光性简直强得离谱，它会像追踪导弹一样死死地盯着光源长。
如果你在花剑抽出来的过程中，今天转一下，明天转一下，这根花剑就会为了追光，长得弯弯曲曲，像一条扭动的蛇一样，完全失去了那种流畅的弧线美，最后开出来的花也是东一朵西一朵，朝向四面八方，一点都不整齐。对付蝴蝶兰这种家伙，专业的做法是在花剑刚抽出来的时候就确定好光照方向，全程不要动，或者用铁丝做一个支架给它固定住造型，强制它按照我们要的弧度生长，等花苞全部排好队，准备绽放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搬到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去展示，那时候不管你怎么转，它的花型都已经固定了。说完这些娇气的家伙，我们再来说说那些已经被你养歪了的植物该怎么补救。很多人家里都有那么一两盆长得像比萨斜塔一样的植物，看着就闹心，扔了又舍不得。这时候转盆就不能仅仅是机械的转180度了，而要进行针对性的矫正转盆。假如你的琴叶榕主干已经明显向左倾斜了，那么我们在转盆的时候就不能只让它背对阳光，而是要让它倾斜的那一侧，也就是凸出来的那个脊背，去背对着阳光，让凹进去的那一侧去面对阳光。这背后的逻辑是利用植物的背地性以及对光线的追逐力，让它产生一个向回拉的力，但这需要极大的耐心，因为木质化的茎干矫正起来非常慢，甚至需要配合绳索牵引。你可以在花盆的边缘绑一根绳子，轻轻的把倾斜的主干往回拉，拉到一个稍微有一点紧绷但不会断的程度，然后固定住，配合光照的诱导，过个把月，你会发现绳子变松了，这时候你再收紧一点，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通过物理牵引加光照诱导，把歪脖子树给正回来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久，但当你看到它重新挺直腰杆的那一刻，那种成就感是买一盆新花完全给不了的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些爬藤类的植物，比如绿罗柱或者是大叶龟背玉，它们通常是靠着一根椰棕棒或者是水苔柱往上爬的。这种植物其实是有正面和背面之分的，它们的叶子都会努力调整角度去朝向光面，而背面通常是气生根和光秃秃的藤蔓。对于这种植物，我们其实不强求360度的圆润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要做成一面绿墙的效果。如果你非要给龟背玉柱转盆，让它的背面朝向客厅，那你看到的将是一堆乱糟糟的根系和叶子的背面，非常不美观。对于这类植物，我们的策略是定点光照。如果你家是单面采光，那就让它的正面一直对着光，但是为了防止它长偏，你需要定期转动的是那个柱子本身，让柱子上的气生根能均匀的接受到空气中的湿度。或者你可以利用镜子反射的原理，在背光的那一面放一张锡箔纸或者是一面镜子，把窗户进来的光反射到植物的背面去，这样既不用搬动沉重的花盆，又能让背面的叶子也能稍微见到点光，不至于土长得太厉害。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转盆时的一个伴随动作，这个动作往往被大家忽略，但它对光照的利用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，那就是擦叶子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家里的灰尘如果落在叶片上，会像一层遮光网一样，挡住30%甚至更多的阳光。这就意味着你辛辛苦苦给植物转盆，让它晒太阳，结果它隔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面纱，根本吃不饱。所以在我们每周转盆的这个间隙，拿一块湿润的软布，或者是一块海绵，轻轻地托住叶片，把叶片表面的浮尘擦掉，尤其是那些大叶植物，像橡皮树、君子兰，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叶片绿得发亮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好看，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叶片上的气孔，让它呼吸更顺畅，光合作用效率直接翻倍。这就好比你把窗户玻璃擦亮了，屋里瞬间就亮堂了一样。植物体内的能量工厂开足马力，它想长歪都难。我们再深入一点，讲讲光照不均匀带来的另一个隐形杀手，那就是盆土干湿循环的不一致。如果你长期不转盆，向阳的那一面盆土因为温度高，水分蒸发的特别快，而背阴的那一面盆土长期处于阴冷潮湿的状态，这就导致了一个花盆里出现了2个微气候区。植物的根系是非常聪明的，它会拼命往温暖湿润或者是透气性好的地方扎，结果就是向阳面的根系又多又密，背阴面的根系稀稀拉拉甚至烂根，根系分布不均，
直接导致地上部分的枝条也跟着偏心。呵呵，你以为它是追光长歪了，其实它是底下的脚站不稳了。每周转盆180度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，就是让阳光均匀的烘烤花盆的四周，尤其是对于陶盆或者瓦盆这种透气性好的材质，阳光能加速水分的蒸发，让盆土内部的干湿交替变得非常均匀，根系就会向四面八方均匀舒展，长成一个完美的圆饼状，这样的根盘才能稳稳的托住上面繁茂的枝叶，这是养好大型盆栽的根基所在。或许有人会问，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，有没有什么偷懒的神器能代替人工转盆？市面上确实有一些电动的旋转托盘，或者是带太阳能感应的旋转底座，号称可以让植物全天候匀速旋转，模拟全日照环境。这东西好用吗？说实话，对于小型的多肉或者微型盆景，这确实是个好东西，能养出非常精致、毫无死角的完美株型。但是对于中大型植物，这种匀速旋转反而可能会带来困扰，因为植物的向光反应是有一个阈值的，它需要一定时间的稳定光照来确认方向。如果你让它像烤羊肉串一样不停的转，看，它反而会陷入一种方向识别障碍，不知道该往哪边使劲，最后可能长成一个矮胖子，虽然不歪，但也失去了植物那种灵动的想要向上生长的势能。而且那种底座通常承重有限，很容易坏，所以回归自然，回归手工，每周一次的人工干预其实是最符合植物生理节律的。在季节的变换中，我们的转盆策略也需要做相应的微调，比如说在寒冷的冬季，太阳高度较变低，光线能射入室内很深的地方，这时候其实是植物接受光照的黄金时期。虽然气温低，植物长得慢，但这时候的光合作用积累的是为了过冬和来年春天爆发的能量，这时候转盆的频率可以稍微降低，比如2周一次，因为生长慢，变形也慢，我们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去打扰它休眠的节奏。而到了春秋生长旺季，那是植物一天一个样的疯长阶段，也是株型最容易失控的阶段，这时候千万不能懒。如果你发现某种植物长势实在太猛，比如薄荷、迷迭香这种草本，甚至可以每天转一点点，比如每天顺时针转90度，养成一个随手的小习惯，让它螺旋式上升，这样长出来的株型是最紧凑、最漂亮的，完全不需要修剪就能成球。除了左右旋转，我们在摆放位置上其实也可以做文章。如果你的阳台空间允许，还要注意定期调换植物的前后位置，因为靠窗玻璃近的植物，光照强度肯定比靠里的要大，长期不换位置，就会出现前排的植物长得壮，后排的植物长得像豆芽菜。我们在转盆的同时，可以顺便玩个大风吹，把里面的换到外面，外面的换到里面，让大家雨露均沾。